大家好，这里是案件纪实频道。小林还是联系不上吗？这孩子到底去哪了？千万不要想不开啊！2017年10月，一则在美失联中国女留学生的寻人启事刷遍了朋友圈，很快就在网上激起波澜。失踪的是一名叫唐某林的女生，在美国的犹他州攻读博士，但就在抵达旧金山后不久，从10月1日的凌晨开始，便突然失联。远在中国的家人对此十分忧心，尤其是知晓唐某林在给朋友的留言当中提及了自己想要前往金门大桥轻生的念头后，更加难安。作为唐某林的朋友，也帮忙在当地司机的论坛上贴出了这则寻人启事，提到当天的唐某林大约花费了$5，乘坐了一辆小车前往了迎宾中心，希望知道去动向的人能够提供线索，他们会给予很高的感谢费。为了尽快地找到唐某林，他们也前往了警局进行报案，在警方的帮助下寻找。最后，唐某林的尸体被警方从海湾中发现，已经确认死亡，属于自杀。得知这个消息，唐某林的家人朋友悲痛不已，也不明白如此优秀的女孩会选择自杀之路。父母为此悲痛不已，但是更多的却是疑惑。在他们看来，唐某林的生活比较顺遂，没必要做这样的事情，还怀疑是他人陷害。但是不管是从案发现场还是其他各种细节来看，都不难发现唐某林的死亡确实是自杀，和刑事案件并无关联。只是从已知的唐某林个人经历来看，他无疑是一名十分优异的高材生。从小唐某林的学习就很是出众，刻苦认真读书，而且不仅如此，唐某林的家境也非常不错，父亲在外面做生意，母亲也是老师，对他寄予厚望。唐某林也从来没有让他们操心过。他聪明懂事，又热爱学习，于2004年考入北京大学，并选择了空间物理专业。而等到其本科毕业后，他也没放弃继续深造，前往了美国的犹他大学读研究生。在成功读完研究生后，唐某林也是继续攻读该校生物物理专业博士，并且选择了难度极高的病毒 RNA 这个项目方向。从这点来看，唐某林无疑是一名对自己具有自信并且具有挑战精神的女孩。而在同学们眼中，唐某林的性格并没有那么活泼，是个比较安静的女孩，看上去很温柔，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笑容，让人觉得很好相处。不过同学们很佩服唐某林，她在学业上的认真和努力程度都让人佩服。为了做实验，唐某林有时候半夜从床上爬起，觉都没睡多久，就又开始守着做实验，很是辛苦。同学们也觉得以唐某林的成绩完全没必要这么拼，可是唐某林却不满足于此，总是想要做得更好。而晚上加班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时候忙起来忘了吃饭都是常事，朋友约他吃饭都很难让他抽出空。有一次，朋友好不容易跟他约了一顿饭，等到吃完饭，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朋友都感到有些困了，但唐某林却还要继续回到实验室继续看结果。在所有人看来，唐某林对于学业和实验非常在乎，可以为了他们废寝忘食，大家也曾多次劝说，可是似乎并没有任何效果，大家最后也不再说话，只是叮嘱他注意身体，唐某林也会笑着答应。但是没想到最终还是发生了那样的事。因为这个缘故，大家纷纷猜测唐某林的死因，觉得学业压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唐某林对此如此看重，难道是因为在学业方面出现的问题？警方对此也有些疑惑，那么唐某林究竟是不是因为学业压力导致的压力过大自杀吗？众人猜测着，就在这个时候，又有唐某林的高中同学站出来爆料，称唐某林曾在初中时偷偷割脉自杀，其应该存在忧郁症的倾向。那么唐某林是在疾病的作用下想不开吗？民间的猜测纷纷。而在唐某林去世后，网友们注意到，作为唐某林的导师，居然并不是率先在主页对此情况进行哀悼，
而是在第一时间删除了唐某林和团队内另外一名中国女生的资料。这样的举动很是反常，并且有人很快就又得知了一条让人耐人寻味的消息，瞬间将所有人都注意力集中在了这名导师的身上，怀疑起唐某林的死亡是否与导师有关。为了弄清楚真相，犹他大学还特意聘请了律师事务所，开始针对和唐某林社会关系有关的人开始进行访谈，并翻找唐某林的有关资料文件，开始探寻其自杀的真相。终于，伴随着一份6页多纸的研究报告被公开，揭开了他死亡的真相。当结果一出，很快就有人将报告带给了唐某林的父母看。唐某林的父母有些看不懂，整理着遗物，只能紧张地盯着面前女儿的朋友，希望对方能将内容翻译给他们解释。女儿的朋友点了点头，打开了这份报告，但表情却是越来越严肃，这让夫妻俩的心揪了起来，忍不住询问：“孩子，我女儿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是因为忧郁症吗？”唐某林的朋友表情复杂，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有些欲言又止。而看到这样的反应，夫妻俩的心更慌张了。除了忧郁症，还有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他那个导师？说到这时，夫妻俩情绪激动了几分，也是听到了各种传闻。夫妻俩心慌意乱，脑海中想过了千百种可能，紧紧盯着对方，想知道自己的女儿在生前到底遭遇了什么。朋友叹了口气，说话时有些艰难，停顿了好几下，才将真相说出来。而这个结果顿时让夫妻俩感到天旋地转，呼吸急促起来，脚都站不稳，瘫坐在椅子上，一脸无助和悲痛，瞬间泪崩。怎么是这个原因？调查发现，唐某林已经是攻读博士学位的第7年，而在这7年间，唐某林已经发表了6篇文章，但奇怪的是，唐某林始终没有毕业，并且有人表示，在唐某林读博的期间，曾中间换过导师，之前的导师似乎对唐某林以及另外一名中国女生不太友好。这一点父母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偶尔打电话询问的时候，唐某林也会和他们说一点。父母其实对于唐某林的所有决定都很支持，只是他们发现女儿出国读博之后就有了一些改变，不仅是性格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女儿似乎很少和他们讨论学业，而且不爱交流。之前大学的时候，女儿总是会说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读了博士之后，唐某林却不愿意再提起，只有在父母问起的时候才会说一点，但是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这让父母觉得奇怪，询问他是不是在国外遭到了欺负。唐某林犹豫了，父母不由得担心，可是之后唐某林又说没有，父母也不好多加追问。只不过那之后没多久，他们就收到了女儿自杀的消息，这很难不让人怀疑唐某林是不是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果不其然，通过唐某林的这个朋友，他们也了解关于唐某林在学校的更多真相。在对唐某林的各项事务调查中，也知道导师或许有些问题。从交换导师的情况看，在唐某林读博士期间，是否遭到了导师的不公平对待，故意让其延期毕业。资料显示，唐某林是直到第7年才参加了关于博士生的资格考核，但这却是不正常的，与学校的政策是不相符的。果不其然，当他们深入调查后，便发现了很大的问题。在这个博士项目当中，导师很是剥削学生，给学生们安排了完全超出预期、超负荷的工作，导致学生需要经常熬夜，以及利用周末时间争分夺秒地继续进行实验研究。而在这个实验室的唐某林，在如此严酷的学习环境下，学习课程也被推迟，以至于无法顺利毕业。除此之外，调查人员们还查到，该学校关于国际学生参与师生团体以及研究生咨询委员会的数量太少，导致许多留学生遇到了不公和委屈，无处投诉。而作为学生们的导师无所忌惮，掌握着监管学生进度、研究方向、
推荐信以及签证相关文件等诸多权利，以至于像唐某林这样的国际学生受到压迫，只能被剥削。唐某林很可能就是在导师的种种不公平对待之下，无法顺利毕业，还要反反复复的研究实验，面对实验反复失败，甚至可能做不出结果的情况。在这样的高压下，导致唐某林患上了抑郁症，最终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不仅发生在国外留学生身上，哪怕在国内的一些研究生、博士生乃至科研工作者也遭受过这样的不公，也导致了不少的悲剧发生。那么，面对被导师霸凌、压榨以及无理要求学生延期毕业的压制情况，作为学生应该怎么做呢？对于这样的问题，除了需要学校加强相关的监管，作为学生，首先是要跟导师进行沟通。当沟通无法解决问题时，学生可以寻求其他老师或者学术组织的帮助。如果依然没能解决问题，并且自身权益被严重侵害的情况下，那么学生也可以采取法律手段进行举报。诸多类似案件的曝光，也是希望公众能多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有打造出一个相对公平和和谐的学术环境，让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对待，才能培养出更多的科研人才，让科研进步，推动学术的发展。同时，对于唐某林的离去，他的所有朋友和家人都觉得无限可惜，但一切已经无法更改，只是希望唐某林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